哎呀，哎，我们做了一锅呢，刘大人，尝尝吧。大人，这可是我屁股上的肉，可酥了。哎呦，春兰，在刘大人面前那么没正形啊，姑娘家像什么样子？小人唐四叩见皇后娘娘。哎呦，起来吧，谢娘娘。坐。小人不敢，小人一听说要见皇后娘娘，这小腿肚就直打抖。我这皇后娘娘怎么成老虎了？我还能吃了你呀？你站着说话不腰疼啊？坐下说。多谢娘娘，小人腰不疼，站着也自在。唐四啊，你打听到什么？快说说。杀人的事儿是这么个缘由：司马慧珠参加了善友会，善友会里有一个规矩，女会友想功德圆满、得道成仙，必须跟男护法亲和。亲和就是男的女的脱光了衣服干那事儿。明白了，接着说。善友会还有一个规矩，一旦入了会就不能退会。司马慧珠平时也算孝顺，但又不敢退会，怕给家里惹麻烦，所以他拿刀砍他亲爹，其实是做给会友看的，并不是真的要杀他亲爹。这么说，这司马慧珠家周围左邻右舍的全都是善友会的人了？差不多。这还了得了？娘娘，我早就说过，这善友会是个邪教。你们都先排好队，排成2队。你们谁觉得自己的模样漂亮，就往前站。你过来。我不行，你，还有你，过来。姐，今天来了不少年轻漂亮的，公子该换个花样了。什么花样？点上10来个，一起亲和呀！啊，我一个人？是啊，咱淮西武将在疆场上可是以一当百，以一当千呐，区区10个女人算个什么呀？进去看看。是。请走。请。红尘白浪两茫茫，忍辱柔和是妙方。清河随缘延岁月，善己善人度时光。休将自己心甜美，莫把他人过失扬。谨慎应酬无懊恼，会友做事好商量。据我所知，善友会有会主一人统领全会，各地再设会首，会首之下又设护法。按地方大小，护法3至5人不等，一个护法约管100人之众啊。这么说，他们要和朝廷分庭抗礼了？这个毒瘤已日渐肿大，若不及早铲除，必将危及我大明江山呐。十字路口，这个嫦娥路边走，是个胡字。浑庸刚刚被提升为参政之士，又很得皇上的宠爱，他会做这个会主，干祸国殃民的事儿。胡庸心地险恶，绝非良善之辈。我和他共事多年，深有感触。前不久，传说他家出现了几件祥瑞之事，虽为无稽之谈，但各朝各代亦有此事，大小官员都忙不迭地上报朝廷，来讨皇帝的欢心。可他非但隐匿不报，还强令不许声张，正说明他心怀不轨，做贼心虚呀。胡文庸的为人呢，我跟皇上说过，他就是听不进去。你看，这次又让他去调查这善友会的事儿，这不是瞎掰吗？从来硬弩
弦先断，每见钢刀口易伤。是非不必真人我，朋友何须论短长。世事从来难如意，功德圆满。公子，你怎么就走了呢？你呀，目光太浅。这么多人里头，你一个也没有看上。哎，要我说呀，秦淮河那帮婊子虽然涂脂抹粉、乔装打扮，也并不比他们强。况且他们可都是良家女子，大部分都是黄花闺女呢。玩物丧志。眼下还不是你我兄弟寻欢作乐的时候。再说司马慧珠那件事，闹得马大脚也跟着掺和进来了。朱元璋还叫我父亲查问单友会的事，现在吉凶未卜，亲和的事，除非万无一失，尽量不要再搞了。啊？臣奉旨查询单友会一事，不敢有半点懈怠，立即指派精干人员奔赴南京、扬州采石等地。臣也亲自去过一些地方，经查，单友会乃一民众自发团体，信奉乐山好施的弥勒佛祖，以亲和友善、真诚仁义为要旨。这单友会聚众滋事的也不少啊。听说有个女子竟敢砍杀他的父亲，皇后前去阻止，还遭其辱骂。如此灭绝纲常、大逆不道，哪有什么善友仁义可言呢？回禀皇上，司马慧珠弑父，冲撞皇后娘娘，罪该万死。臣已将那个大逆不道的女子打入死牢，待奏明皇上后，凌迟处死。皇上，以我大明国幅员之广，民众之多，此类怪事在所难免。据微臣所查，司马慧珠弑父，是因男女私情、家庭纠纷，与单友会没什么关系。皇上，臣有一言。刘老先生，请讲。皇上，据臣所知，司马慧珠原本孝顺，其灭绝人伦的弑父之举，全因单友会利诱威逼所致。该会妖言惑众，男女乱交，已出现了不少害己伤人之怪事，是个地地道道的旁门左道邪教社团。若不断然取缔，任其做大，必将祸国殃民呐！刘大人，严重了吧？单友会是否邪教，微臣不敢妄言。微臣只是将所查之事据实奏明皇上，由皇上圣裁。以司马家为例，在微臣关押该女之前，她的父母双双跪在地上求饶，一再声明是家庭纠纷，与单友会无关。臣有他父母签字画押的供词为凭。皇上，李丞相有何见解啊？我朝初定国事繁杂，身为大臣应懂得轻重缓急。若事无巨细，眉毛胡子一把抓，必将弄成一团乱麻。为臣的，更不可用家长里短、鸡毛蒜皮的琐事去烦扰皇上。皇上，这事儿可不是鸡毛蒜皮的琐事啊！好了，你们也别争了，这件事朕自有主张。退朝。啊，下官不知丞相大人驾临，有失远迎。不要客气嘛，我是路过府上，顺便来看看。请。大人，客厅用茶。哎，不必了，我看这儿就挺好。你这院子不错嘛。听说你们家还有一座猴山呢。嗨，比起丞相府可是差远了。大人，那天在朝上，你那高屋建瓴的一席话，狠杀了刘伯温的威风。还不知皇上是怎么想的呢？大人请看。真不错呀！哎，你也有收藏的嗜好是附庸风雅吧？大人要是喜欢，
就奉送给你啦。哎，喜欢归喜欢，有句话，君子不夺人所爱嘛。哎，大人待我恩比山高，别说这一件古玩了，就是要微臣脖子上这颗人头，微臣也在所不惜。难得你对老夫如此敬重。我们淮齐多武将，像你这样文武兼备的凤毛麟角，哎，你也年轻，前途无量啊！下官还望大人多多栽培。老爷，老爷，出什么事了？这么莽莽撞撞的，不怕惊动了丞相大人？皇上来了！皇上来了！皇上来了！这马上就到了。你没说我在这儿吧？没有。好，我回避一下。胡儿，赶快去伺候李大人！快点！去！走。皇上驾到，参政之士胡惟庸接驾。臣胡惟庸叩见皇上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起来吧。皇上请。父亲大人，你的仇人朱元璋近在咫尺，可孩儿一个弱女子，却无力报仇。御教，孩子，君子报仇，10年不晚。利刃如钢可杀人，柔情似水也可杀人。若你有机会，千万小心从事，不可鲁莽啊！朴素做人，与民乐。廉洁为官，分君忧。字好啊，意更好。爱卿，朝中大臣都能像你这样，那朕就可以高枕无忧了。谢皇上夸奖。爱卿，你这书房也太简陋了，与你这身份不相称嘛。皇上，你一向教导我们要廉洁朴素，为民师表，有这么个书房，微臣也就满足了。再说，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；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。斯是陋室，惟吾德馨。这是唐朝诗人刘禹锡的陋室铭。皇上，以后微臣这陋室就有真龙啦。真龙天子来过啦。爱卿，要论为朕分忧、善解朕意，文武百官当中也就是你胡惟庸是第一人呐。皇上是前无古人的开国明君，字字金言，句句至理。臣不会像刘伯温那样自恃有才，常常跟皇上别扭着来，以显示其高明。治国大事，你说东他道西，岂不乱了套？微臣的信条是：皇上喜欢我喜欢，皇上厌恶我厌恶，皇上着急我着急，皇上下旨我照办。还一套一套的。爱卿啊，听说你是善友会的会主？皇上，这可是谣言呀！你不是跟朕说过吗？这善友会是专做善事，怎么我一提你是会主，你就吓成这个样子？皇上，微臣不是害怕，是冤枉。皇上，你想，臣是朝廷命官，理应为大明江山社稷尽心尽力，鞠躬尽瘁。我哪有闲工夫去做什么会主啊？听说善友会有句密语呀，这十字路口嫦娥，路边走，这不是个胡子啊？
你胡某人就是会主。皇上，这是有人故意加害微臣。你想啊，天下姓胡的千千万万，怎能认定是我？再说，这密语以微臣之见，并不是胡字。那十字路口是个古字，嫦娥不能就说是个月。嫦娥就住在月宫里嘛。此说未免牵强。即便像刘伯温那样自以为学识远在皇上之上的人，你要问他嫦娥是什么，他也不会说是月亮，而会说是一个女人。古字边加一个女，是个姑。也说得过去。哎，朕记得你曾向朕禀报说，善友会里有个九仙姑。皇上圣明，这密语里说的正是九仙姑。娘娘，我给你洗吧。哎，我这双臭脚啊，让别人洗不习惯。娘娘，我看你这脚并不比人家大多少啊。我这哪是大脚啊，我这是天足。我小时候啊，听过一首唱大脚的儿歌，唱唱我听听。张大婶儿，李大嫂，一双大脚不得了，脚面宽的像蒲扇，脚爪长得能抓草，走起路来地打颤，睡在床上比头高，丈夫看也不想看，养个儿子不长。最后一个字儿不能说，笑死人了！娘娘，老衣服都能湿了。你这个死丫头啊你去问我生那几个皇子长没长你说的那个？娘娘，别说了，羞死人了！哎，春兰，不是你先说的吗？娘娘，刘老先生派人送来一封信。给你，讨厌你。哎，明天我得去采石镇了。哎，娘娘，你去那儿干什么呀？皇上要去见那个所谓的九仙姑。啊，皇上也想成仙呐？屁话，皇上可是真龙天子，神仙算什么呀？那娘娘跟皇上一块儿去吗？他去他的，我去我的。太好了！哎，跟皇上在一起啊，说也不敢说，动也不敢动，比坐牢还难过呢。但是你不能去。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万一让皇上看见了，还不治我一个欺君之罪呀？为什么呀？哎呀，你怎么那么笨呢？你的屁股不是刚开过花吗？你又不是神仙，这么快就好利落啦？快给我擦脚！快！这边。哎呀，快点给我穿袜子，我得赶快走了。刘老先生，面对这大好江山你有什么感想啊？皇上，你看到的是大好河山，臣注意的是皇上带领我等还在逆水行舟啊。扫兴人专见扫兴事，晦气人专讲晦气话。臣看见的是东风浩荡，天有我主。你看这船跑得多快啊！二位爱卿，你们还记得三打采石的事吧？皇上身经百战，精彩之处很多，三打采石也可圈可点呐。刘老先生，你要是修史编制，还得问问我呀。
当年皇上第一次攻打采石，你还在山里面悠哉悠哉著书立说，是吧？著书立说不错，悠哉悠哉谈不上。那时我正在写鬼，可是我接触的都是前朝官吏，一个个贪赃枉法、明火执仗，我看倒像狼。今天在写人前是人，人后是鬼的，就会轻松自如了。啊，那是。哎，娘娘。哎呀，冬梅啊，咱们走吧。娘娘，你不坐轿，小的们可知罪不起啊。我们再跑快点就是了。哎，就别硬撑着了，牛马还得歇歇脚呢。哎，我这双大脚，现在看出它的好处了吧？哎，当年行军打仗，男子汉都走不过我。来了，几条船，就一条船。看来想微服私访，你还要盯紧，看在哪儿上岸，随时通报九仙姑。这事儿除你我九仙姑，任何人不能知道。我坐镇县衙，没有大事不要找我。知道？其他按计而行。哎，冬梅，让他们歇歇吧。放下，歇会儿吧。冬梅，咱俩到村里找口水喝啊。娘娘，我们跟你们一起去吧。那我们上茅厕，你也跟着。没事，你们歇着吧。灵芝，你一路走好啊！灵芝，我要跟你一块儿去啊！哎，小妹妹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她是我灵芝婶婶，她升天了。她多大了？19岁。哦，这谁家的孩子啊？哎呦，你看这孩子哭的，这谁家的孩子啊？这是我婶婶的孩子。哎呦，这么小就没娘了。哎呦，啊，这么小就没娘了，怪可怜的。这姑娘，你们是从哪儿来的？她是我婶婶，我们是路过来寻口水喝。我婶婶她也是小时候就没了娘，所以她特别伤心。哦，来，给我。哎呀，大婶子呀，你就别伤心了，她呀升天了。升天了？啊？升天了，不哭了啊。不哭了，哎呀，不哭了。娘，他们是谁啊？哦，快去给这个大婶和姑娘倒点水来。大婶，别哭了，我是她男人，我都没哭，她升天了。你们都是善友会的。冬梅，走。二位爱卿啊，前面到什么地方了？回禀皇上，前面不远处就是人头矶，过了人头矶就到采石镇了。船就在人头矶靠岸。皇上，照朕说的做。臣遵旨。从现在起，我就是朱老板。铁油员外，你是胡管家，一律以此相称。你们俩去找件合适的衣服换上吧。遵旨。冬梅，哎，你给我把这帘拉开。来啦。你看看我像什么？像个乡下大嫂啊！乡下大嫂，你看像不像一个大户人家的奶妈啊？哎，你看看这儿，还真有点像。
下。人头鸡那边已安排停当，明后2天你就在庙堂里静候。他们的模样你都记住了？记住了。年纪大的是刘伯温，高个子的是朱元璋，对吧？会主吩咐，你一定要来点绝活，把朱元璋镇住。最难对付的是那个刘伯温，他可是会神机妙算。那还要你多帮忙啊！这绝活，我连他们的面也没有见过，总不能瞎蒙啊。这2个家伙，一个说单友会是邪教，祸国殃民；这九仙姑是个巫婆。另一个说这单友会是民众互助，有益无害。九仙姑是半人半仙。朕倒要看一看，究竟谁是谁非。皇上。哎呀，你轻点吧。小人该死。这胳膊挨过一剑，这是怪事儿啊！平常嘛不疼不痒，好好的，没想到故地重游，又酸又疼。来，皇上，该不会这剑伤也有记性吧？人世间的事儿啊，信神有神，信鬼有鬼啊。爷爷，好。娘娘，你怎么还不睡呀？斩草必须要除根呐。那你一个人去庙堂，万一有个好歹？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啊！不行，太危险了，让我去吧。那些人你对付得了吗？我有办法对付他们。这么早，先生有何贵干？我要见九仙姑。师傅还在歇息，你午时再来吧。我有紧急要事要找他。天大的事也不行。我告诉你，这事儿比天还大，误了你可吃罪不起。那我先去通报一声。你有名帖吗？我这里有封信。把信给我不就得了？何事喧哗？师傅，有人送来一封信。送信人呢？走了。52刻，有一中年妇人前来。刘老先生。老板，我现在可是刘员外呀。刘员外是当今才子啊。胡管家也是饱学之士，我想出个对子，你们来对一对。小人可不敢对。这有何不敢嘛？对不出来无罪，对好了也不赏，玩玩嘛。对，老板高兴我高兴，老板快乐我快乐。老板，请出上联。那就以宝塔为题。
六塔重重，四面七棱八角。好联儿。六塔重重，四面七棱八角，形象生动传神。重重二字用得妙，你看那宝塔一重一重的，还有这上联的10个字，4个数，这字和数又为6、4之分。第一个数为6，六塔；第二个数为4，四面，妙，妙，绝妙之极呀！胡管家，你也不简单呐，我只不过是信口一说，让他这么一解，倒说出许多奥妙来。老板，我这做管家的，就是要会理解主子的意思，理解的越深越透越细越好。因为老板出的精彩，我才能说出奥妙。想出下联了吗？没有，我可不敢想。老板是金口玉言，我们当凡夫俗子的哪能下对呀？文章面前人人平等嘛。刘员外呢？这是刘员外，你是不敢对呀，还是怕对不好啊？我已经对好了。你这什么意思啊？老板出六塔重重，四面七棱八角，我这是一掌平平，五指3长2短呢。好，对得好啊！胡管家，你可不能不服啊！好是好，平平庸庸还有点臭。那你来呀！刘员外，瞧老板的上联，瞧那气势。瞧你那下联呢，巴掌那么一点儿，真小气。特别是这3长2短，那可是晦气话。你是说老板3长2短，还是说你3长2短，还是说国运3长2短？胡管家，你野心不小啊！我有野心，胡扯八道。你当然有野心，只有老板才敢重重叠叠，七棱八角，而你我只能是平平庸庸，长长短短。我说的不对吗？啊？难得如此闲暇呀！刘老刘员外，以前呢，咱们忙着打仗，没空谈论诗文。你的韬略我早已经领略过了，可是没想到你在诗文方面的反应也是那么敏捷呀！施主里面请。哎呀，真阔气哎！好家伙，真有钱呐，饿不着哈。怪不得你们的师傅要当仙姑呢，能找到钱。不许胡说。好，师傅他来了。你这妇人，仙姑来了还不下跪？他做他的仙姑，我做我的凡人，我又不想当仙姑了，我干嘛给他下跪啊？山野蠢民，这么不懂事！你怎么骂人呢你？你说老娘蠢，你才蠢呢你！我吃过的咸盐比你吃的饭都多，我走过的桥啊比你走的路都长。说我不懂事儿，你才不懂事儿呢！我见过的世面啊，你这辈子都见不着。是谁叫你来的？就是那个姓田的，田德仓。我告诉你们啊，是你们求我，不是我求你们。
听说你在当今皇上家当过奶妈？没有，没有。我只是给朱元璋当过奶妈。朱元璋不就是当今的洪武皇帝吗？这我知道啊。可是他当了皇帝，就把我给撵出来了。这么说，你对他很熟了？太熟了，熟透了，烂了，化了。他的祖宗8代，他身上长几个金疮，我都清清楚楚。他身边的那些人，你都熟吗？就是那些军师，武将什么的。是啊。那我也熟，什么胡文庸、刘伯温、徐达、汤和什么的。这1、2天，朱元璋要来采石，你想不想见他？这我可不，我可不想见他。别，坐下。他是看不上我才给我撵出去的，他现在又当了皇上了，这家伙杀人就像碾死一蚂蚁似的。虽然我的小命不值钱，可是我不舍得死啊！别担心，晚辈，你死不了。岛惠，师父有何吩咐？给这位施主上香茶。是。我再吃一个吧。你看我再吃一个行吗？来，吃这个吧。那我就揣着了啊。你的事儿好办。来看一看啦！你买点吧啊！看看这哎，为何要挂这么一个字啊？善友会嘛。善友会是干什么的呀？积德行善，交朋结友啊。办丧事，怪事儿，好丧，怎么不见人哭啊？老板，要不要进去看看？儿孙不提，雕刻绵离。皇继武妻，天子之意。哎，多谢。请问几位是？灵堂白布上那4句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你们不知道啊？当今皇上到这儿来了。这些雕刻当中啊，不定哪个就是皇上呢。我们家老爷啊，怕惊动圣驾，不许家人哭，也不要客人理。你们家老爷怎么知道皇上来了？他跟皇上认识？不认识。是采石镇的九仙姑传来的话。那九仙姑啊，她会算。真他娘的怪事情！嘘。怎么了？还不能讲话呀？讲话是可以，小声点看。皇帝老子来采石镇了。这谁说的？是九仙姑，她的话没错的。走，去见见这个九仙姑。哎
别动。这是什么衣服啊？不舒服。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哎，我怎么就这么入会啦？师傅，不错。你这身打扮，倒像是我的徒子徒孙了。啊？什么？老娘是你的徒子徒孙？你也不撒泡尿照着你自己？放肆！放肆？还放5呢？我都36了，你师傅有多大呀？36算什么？他大你2倍，还转个弯呢。师傅啊，今年88了。什么？88了？他88了？细皮嫩肉，唇红齿白的，这哪个不晓得？要不怎么喊师傅仙姑呢？仙姑也有娘吧？有啊。他娘还活着吧？是啊。他住在哪儿啊？芜湖县火龙岗白马山。多嘴，还不给我下去！是。哦，哎呀，对不起，我仙姑吃吗？啊？哎，都怪我，把你忘了是仙姑了。你这张臭嘴，我这才明白，皇上为什么会撵你走。我这个人呐，就是有口无心。没事啊，都怪我啊。哎呀，这仙姑啊，你看我这会也入了，你该问的也都问了，该说的我也都说了，你怎么还不让我走啊？该走的时候会让你走的。好吃，哟啊，好吃，哎呦，这怎么看着眼熟？这什么东西呀？我这2个黑眼珠子，这是给你的。哎，我告诉你吧，我这2个黑眼珠子啊，就喜欢看这白花花的银子。待会儿你表现好了，还重重有赏。表现好。